流量与喧嚣交织的娱乐时代，音乐往往是明星最私密、最不设防的一面。尤其是对于肖战与王一博来说，他们的每一首 solo 作品，不只是旋律与歌词的组合，更像是一封封未寄出的信，一段段未说出口的情绪。很多观众习惯从影视作品中解读他们，却忽略了真正的内心独白往往藏在耳机里。当灯光熄灭，舞台散场，留下的不是掌声，而是那些反复回放的旋律。你是否也曾在深夜突然被某一句歌词击中？那一刻，你听到的不只是歌，而是他们的人生。肖战的 solo 歌曲总给人一种温柔到极致的感觉，但如果仔细拆解，会发现这份温柔并不单纯，它更像是一种经历过风暴后的平静。他的声音不张扬，却带着一种克制的力量。许多歌词中反复出现等待、重来、守护等关键词，这并非偶然，而是他对过往经历的回应。那些曾经的低谷与争议，没有在公开场合被反复提起，却在音乐中留下痕迹。他选择用轻声讲述，而不是激烈控诉。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的象征，不是不痛，而是学会了如何与痛共存。与王一博的公众形象一样，他的音乐也显得克制、冷静，甚至带有距离感。但正是这种距离，让情绪显得更加真实。他的节奏更偏向电子与节拍感强烈的风格，但歌词却常常透露出一种孤独感。那种我可以一个人很好的表达，并非真正的无所谓，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当你反复聆听，会发现它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把情绪藏在结构、节奏与停顿之间。它不像在讲故事，更像是在构建一个世界，而你需要走进去才能理解。如果说旋律是情绪的外壳，那么歌词就是最直接的线索。肖战的歌词更偏向叙述与情感流动，而王一博则更具象征与隐喻。例如光夜、影子、远方等意象，在两人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这些词并不只是修辞，它们往往代表一种状态：迷茫、坚持、孤独或希望。当粉丝试图拼凑这些碎片时，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歌仿佛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情感轨迹，从不安到坚定，从怀疑到自我认同。两人的音乐风格看似不同，实则互为镜像。肖战更倾向于向外表达，他的情绪是流动的，是可以被听见、被共情的，而王一博则更偏向向内收缩，他的情绪需要被解读。这种差异也正是他们魅力的一部分，一个让你感受到温度，一个让你不断思考。当这两种表达方式并存时，观众不仅仅是在听歌，更是在体验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哲学。回顾他们的 solo 作品，可以明显看到一种时间的轨迹。早期的作品更直接、更青涩，而后期则更加成熟、复杂。肖战的变化体现在情绪的层次上，从单一的表达逐渐过渡到多维度的叙事，而王一博则在风格上不断突破，从固定节奏走向更多实验性表达。音乐成为他们成长最真实的记录者，比采访更诚实，比镜头更深刻。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们的 solo 歌曲总让人反复循环？答案很简单，因为真实。无论是肖战的细腻，还是王一博的克制，这些情绪都不是表演，而是投射。听众在歌中看到的，不只是他们，也是自己。那些未说出口的情绪，在旋律中找到了出口。这就是音乐最强大的地方，它让陌生人产生共鸣，让孤独变得不再孤单。或许有一天，关于肖战与王一博的讨论会慢慢降温，但他们的音乐不会消失。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热度，而是真实。当你再次戴上耳机，也许会发现，那些曾经忽略的细节，其实早已在旋律中轻声诉说。当我们谈论肖战与王一博的 solo 作品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对比是舞台版本与耳机版本的差异。舞台上的他们是被灯光放大的，是情绪被视觉强化后的表达，而耳机里的声音却是极度私密、近乎耳语般的存在。
对于肖战来说，舞台上的他往往更具感染力，眼神与肢体语言将歌曲中的情绪层层递进。但当你在深夜独自听他的录音版本时，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更轻、更慢、更贴近内心。这种差异恰恰说明他在表演与自我表达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王一博则相反，他在舞台上的表达更加克制，甚至留白，但在耳机中，他的声音细节却异常丰富。呼吸、停顿，甚至某些几乎听不见的尾音，都成为情绪的关键。这种反差让他的音乐更像是一种需要被解码的语言。当观众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听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只是看表演，而是开始进入他们的内心空间。而这也许正是他们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有时候，最动人的内容并不在歌词中，而在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肖战与王一博的 solo 作品都存在大量留白。肖战习惯用开放式的结尾，让听众自行延伸故事。他不会给出明确答案，而是把情绪停在某个未完成的状态。这种处理方式让每一位听众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投射进去，从而形成独一无二的理解。而王一博的沉默则更偏向结构上的设计。他的某些段落看似简单甚至重复，但正是这种重复让情绪不断积累，直到某一刻突然爆发或戛然而止。这种没有说完的故事比任何直接表达都更有力量，因为它迫使你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接受。这是一个让无数观众反复讨论的话题，在肖战与王一博的 solo 作品中，是否存在彼此的影子？从创作角度来看，他们的音乐路径是独立的，但情感表达却偶尔出现奇妙的呼应。某些关键词、某些情绪节点，甚至某些时间上的同步，都会让人产生联想。例如，当一方的作品中出现等待与守护，另一方的歌曲中却恰好表达远离与独立。这种看似对立的情绪，反而构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当然，这种解读未必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音乐具备了更强的讨论空间。观众不再只是听众，而是成为解读者。这种参与感让音乐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当我们一路分析到这里，或许会产生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肖战与王一博到底在通过音乐表达什么？答案也许并不复杂，他们在讲述成为自己的过程。肖战用温柔去包裹锋芒，他的音乐像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路径，而王一博则用克制去对抗外界，他的音乐更像是一种自我边界的建立。两种不同的方式，却指向同一个核心，在复杂的世界中，如何保留真实的自己。也许，这才是他们音乐最打动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故事多么戏剧化，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足够接近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当我们一路走到这里，再回头看肖战与王一博的 solo 音乐，会发现一个最核心却最难解释的现象：为什么这些歌总能在某一个瞬间击中你？甚至不是最火的一首，不是旋律最抓耳的一段，而是某一句歌词，某一个停顿，让人突然沉默，甚至情绪失控。这种被击中的感觉，其实来源于一种极其罕见的能力，情绪的精准投射。肖战擅长把复杂情绪转化为温柔的表达，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放下防备。当你以为自己只是在听一首歌，其实你已经在经历一场情绪的自我对话。他的声音像是一面镜子，把你隐藏已久的脆弱慢慢映照出来，却不会让你感到刺痛，而是被理解。而王一博则完全不同，他的音乐不是安慰，而是对峙。你不会立刻被打动，甚至一开始会觉得疏离，但当你反复聆听，会逐渐意识到，那种冷静之下，其实是更深层的真实。他不主动靠近你，却让你忍不住靠近他。这种反向吸引，使得他的音乐具有更长久的后劲。